唐志玲，我觉得皇上和仔仔一定有什么秘密。哦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你也发现了？是啊，我最近发现仔仔更喜欢皇上。也不一定，仔仔最喜欢的是我，他和皇上亲，应该是有咱们俩都不知道的秘密。那你知道的秘密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想不出来。沈飞和唐志玲两人互相看了一会儿，沈飞觉得无聊，又想起了江竹月的事，然后又八卦兮兮的道：唐志玲，江竹月好像有意中人了。唐志玲兴韵阑珊的问：哦，此人是谁？对方的条件怎么样？那人你绝对想不到是谁。我认识。算是吧，咱们俩都认识。该不会是宋燕吧？宋家和晋王府不太般配啊。不是宋燕，那人姓林。该不会是林雨环吧？没错，就是林雨环。唐志玲沉着一张脸，这林雨环最近蹦跶的挺欢实啊，真是哪儿都有他。沈飞，我怎么总感觉怪怪的？怎么说？你看啊，两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，怎么突然就有了交集？还有江竹月那小丫头我了解，眼光也不是一般的高，王府出来的姑娘不会无缘无故的就看上这么个穷书生吧？在唐志玲看来，林雨环就是痴心妄想。江竹月可是王爷的女儿，还是手握重兵的王爷，那权力比皇上的几个兄弟都大。林家如今就算平反，摆脱了流犯的身份，那也就是庶民，林家怎么敢攀上北京王府？的确，这里面或许有猫腻。唐志玲想到皇上今天对林雨环的夸赞，觉得金科状元差不多就是他了。虽然他不想林雨环当状元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总之你提醒一下竹月那丫头吧。要不然我派人查一下是怎么回事吧，知道两人是怎么认识的，才好对症下药。这样好，咱们先查查。明天就是放榜日了，还会有状元游街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也好，不过我要先去监牢看看唐之义，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了。唐之义受重伤，因为吃了沈飞的药丸，恢复的好了一些。唐国公的案子最终还没有审理出来，唐家人如今都还关在监牢里。唐之义回到京中也是重点犯人。唐家的案子怎么还没有完结啊？感觉都好久了。唐国公隐藏了20多年，和他有牵扯的人也不少，现在大理寺也在紧急审理，一时半会儿啊还不能有个了断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你要是没时间，我自己去看。沈飞对古代状元骑马游街可是很感兴趣的。我早就让江二订好包间了，还买了花，只要状元骑马过来，我一定能看到。唐志玲的脸都黑了，想到状元有可能是林雨环，唐志玲就打翻了醋坛子。哟，还想给状元送花呢？沈飞还没意识到危险性，在他感觉唐志玲不是个小气的人，他从前也没少开玩笑，唐志玲也没在意。送呀，当然要送，那可是状元呐。沈飞哪知道唐志玲今日的见闻，更不知道唐志玲打翻了醋坛子，于是就在作死的道路上一路狂奔。唉，不知道探花好不好看，都说探花都是最风流潇洒的，明天我要好好的看看。唐志玲觉得沈飞说的话没一句是她爱听的，于是低头堵住了沈飞的嘴巴。沈飞终于是安静了。片刻之后，唐志玲放开沈飞，让他呼吸新鲜空气。你还真是的。唐志玲看到沈飞羞红的脸，满意了。还送不送花了？哼，还送。说完，沈飞就跑开了。唐志玲快走几步，一把拉住沈飞，直接是拦腰抱起。沈飞也不挣扎，直接是搂住唐志玲的脖子，笑眯眯地看着她。唐志玲眸子深了，快步地抱着沈飞走到了内室。京城一处矮小的宅院内，老师，雨环这次的状元已是10拿9稳了。安怀，事情没有定论之前，说什么都太早了。是，学生急躁了。林霄曾经也当过主考官，左安怀正是他的学生。如今你已是礼部尚书，不必如此多礼啊。林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学生，
他曾经的门生也不少，可是他出事之后，那些学生都恨不得离他远远的。这么多年，也就只有这个学生为他奔走。要不是有他在，他们林家也不会在新皇登基大赦天下的名单中。他们林家能从北地回到长安，这个学生可是出了不少力。老师，学生岂敢造次？左师伯，皇上真的夸我了，说我有状元之才。是，我亲耳听到的。不仅皇上认可你的文章，就是贾尚书和孔祭酒也很满意。林宇环非常开心，这件事露出了大大的笑容。环儿啊，切记不可骄傲，光耀林家的门楣就全靠你了。祖父，我知道的。林宇环想到自己的计划，或许等他高中之后就可以实现了。娶了身份高的女子，他们林家重返辉煌，或许就指日可待了吧。林宇环承认自己变了，从前他是会唾弃自己的，可是无意中听到母亲和外祖母的谈话，他就觉得变通一点儿也不错。毕竟娶谁都是娶，他为什么不能娶门第高一些的女子呢？那样他就有了岳家的帮助，在仕途上也会大有裨益。林宇环想到孙梦夏那样的身份都能改了名字，转身就成了国公府的儿媳妇，后来更是好命的成了荣王妃。林宇环觉得他没什么不可以的了。现在京城只知道唐之陵的身份，知道他被封了王爷，但是众人并不清楚沈妃是北静王的女儿，这事只有北静王府和皇上知道。北静王刚确认沈妃的身份，他就丢了，然后北静王又仓促地赶往安西都护府镇守。北静王府也没有办宴会主动认沈妃，所以京城的官员们并不清楚沈妃的真实身份，自然林宇环也不清楚。他要是知道，绝对会换个人选，不会选江竹院。沈妃还不知道，他无形之中成了别人的榜样。至于好坏，见仁见智。小福宝带着令策和新鲜出炉的黑甲军首领进宫了。走到了大殿门口，小福宝看了看令策，又看了一眼林凡。两人的差距有点大，这一比较，谁都知道令策要更厉害一些。令策，你在外面守着就好，我和林凡进去就成。是，世子。于是小福宝就带着穿着一身黑衣的林凡走进了勤政殿。皇上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在等候小福宝的期间，他也是想了很多从前的事，林家的事，还有林宇环的身世，他都已经清楚了。包括林宇环和沈妃之间的纠葛，他也是一清二楚。他现在也能明白唐之陵下午脸臭的原因了。不过皇上已经没心思想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了，他想的都是当年林霄被罢官的原因。他急切的需要小福宝给他解惑。大殿的门被推开，一大一小两人走了进来。皇上看到林凡的时候还惊了一下，一身黑啊！他过去在父皇的殿内好像看到过，可是自从他登基了，这些人就消失了。他还派人查过，可是一无所获。皇上快速起身，从龙椅上走下来。小福宝，你终于来了。小福宝看皇上这么不沉稳，有些生气。怎么火烧屁股啦？林凡很诧异，他没想到皇上竟然没有发火，而是亲昵地把小福宝抱了起来。林凡这时候想起来，令策曾经说过，荣世子那是比皇上还厉害的角色。他开始还不信，现在信了5成。毕竟皇上都宠着的小孩，权力也就大了。这是何人呢？如此的孔武有力。林凡听见皇上夸他，不自觉地挺起胸膛。小福宝也不藏着掖着，尽快把人脱手才行。他示意皇上把他放在龙椅上，皇上也没有反对，直接让他站在上面。小福宝从自己的小荷包中拿出了黑甲军的兵符。那是林凡，黑甲军的首领，这是黑甲军的兵符，你收好。黑甲军？为何朕从前没有听说过？一会儿再给你解释。小福宝指着皇上对林凡说道，以后你们的主子就是皇上了，你们养兵的费用全是皇上负责。是。林凡已经见到了兵符，自然不敢不听，而且他们本来的存在就是皇上才能掌管的军队，就是不明白他们的前首领会听这么一个小孩的话。当然你们之后也都是听皇上的命令。微臣黑甲军首领林凡参见陛下。皇上感觉很微妙，本来应该是好事，但他总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。
小福宝看出皇上的疑虑，然后吩咐道：林凡，你先下去吧。小福宝没了兵符，林凡也是不听他的了，他依然是站着不动，看着皇上，等着他的吩咐。皇上明白过来，他立即就感觉到了兵符的好处。林凡，你先下去等候，朕稍后再召见你。是，陛下。黑甲军有多少人？他们都听朕的吩咐吗？为什么朕登基的时候这些人不出现？黑甲军按理说是历代皇上的，但是你手里要有兵符，如果兵符被其他人得到，他们也会听那人的。那岂不是会威胁朝廷？小福宝白了一眼皇上，想什么呢？他们数量也就上千人，不到万人。这些人啊，是你手中处置别人的刀，又是防止别人迫害你的盾，你要利用好啦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传给朕？别乱猜，我是没来得及交代，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我会好好的用他们的。黑甲军除了兵符，还有一块令牌，如今在林凡的身上。你要是对他不满意，就把令牌收上来，换上自己信赖的人。朕知道了。黑甲军现在除了有一队人马在追杀拓跋雁兰，剩下的都在长安了。那娘们儿现在跑到草原去了，也是滑溜得很。我估计啊，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。皇上听到小福宝称呼拓跋雁兰那娘们儿，就好笑得很，特别是他脆生生的声音。说吧，今天找我来是因为什么事儿？林霄这人当年为什么会被罢官？哦，好好的，你怎么想起问他了？林霄的孙子参加了殿试，他的文采很好，策论写得也很好，朕想娶他当状元。哦，就这点小事还来问我？那人的身份有些特殊。哦，难道他是你的私生子？不是，他叫林宇环，是荣王妃的前未婚夫。小福宝没想到会这么巧，看来林家的运气还真不好。不过小福宝确实不喜欢林宇环和娘亲被一起提及，就算这话是皇上提出来也不行。皇上一直在观察小福宝的表情，想看出更多的情绪。现在已经不是林宇环当不当状元的事，而是林尚书被罢官流放的真实原因。这关于林氏家族还能不能崛起。可是让皇上失望了，他只看到了小福宝肉乎乎的小脸，只觉得他胖了，其他什么也没看出来。小福宝看着皇上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哼，小样，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拉什么屎，还想看透我，没门儿。皇上见小福宝不说话，只能问出自己的问题。这林家是否可用？这林霄毕竟曾是户部尚书，有他为林宇环铺路，恐怕林家很快就可以起复。还有，朕总觉得林霄当年的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小福宝不开口，只是想看皇上如何决策。哦，继续说说你的想法。林宇环最终的结果他已经想好了，只是现在还不打算告诉皇上，他想看看皇上自己会分析出什么来。朕感觉当年的贪污案，林霄也是受人牵累，识人不清，按理说全族流放有些过重了。不仅如此，林霄他过界了。过界？你不知道吧？林霄暗中支持的人是老三。皇上的神情一凛，双眼也锐利起来。果然当年的事情和他有关。哼，朕想要谁当太子，还轮不到那些朝臣指手画脚。朕更不允许那些人在朕的几个儿子当中随意的挑拨。这是我们楚家的江山，那些朝臣不过是朕手中的棋子，是棋子啊，就该安分一点，不能反过来左右朕的决定。小福宝的话说得掷地有声，虽然嗓音稚嫩，但是威严不减。小福宝没注意到他对自己的称呼都是朕。老三那几个要不是有这些朝臣在从中挑拨，又怎么会野心渐长？您当年真的没有考虑过老三吗？毕竟朝臣都说老三最像您了。老三只有朕的狠辣，但是他脑袋不行，太蠢了。皇上没想到益州王在先皇老爹的眼中竟然是这个印象，那他曾经把益州王看成最大的对手，是不是有点傻了？
老三没有容人之量，人又蠢。这人要是蠢点，心地不坏，也就只是自己吃亏，无伤大雅。可是啊，又蠢又坏，把大禹朝交给他也就完了。可是您那时候对三弟很好的呀。唉，那是做给你看的，老三不过是你的磨刀石罢了。皇上心中鼓鼓胀胀的，心底里曾经阴暗潮湿充满腐朽的地方射入了一道光，暖暖的，渐渐地冲散了那团埋藏心底的郁气。曾几何时，掩藏那份不甘不理解的情绪，今日也跟着一起消散了。朝臣都夸三弟聪明，他比我出彩。他那叫什么聪明？不过是小聪明罢了，偏偏他还看不出来，在那边沾沾自喜，愚不可及。皇上缩了缩脖子，他貌似做的也不是很好，至少他没觉得老三愚蠢。那是不是在父皇眼中他也很蠢？皇上一时有些接受不了，犹豫着没有问出口。小福宝看到皇上这样，就知道这货脑子在想什么呢。唉，慢慢教吧。好在自己现在比他年轻30岁，有他看着，他们楚家的江山就易不了主。你这人啊，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今天我就再教你一点，你是帝王，整个大禹朝都是你的，就算你决定错了，谁又能拿你怎么样？做事干脆，错了又如何？皇上好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哈，还可以这样？那御史弹劾怎么办？他们甚至会让朕下罪己诏啊！帝王就是要铁血手腕，君与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君弱臣就强，你要是软弱，你信不信那些朝臣恨不得在你头上拉屎？而你要是强，他们就是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你的政令也会很快发布下去。皇上想到先皇在位的时候，那些老臣确实不敢像现在这样唧唧歪歪。先皇在皇宫里修仙，朝臣也不敢造次，无论是洛阳行宫还是皇陵，都修建得很华丽。可是到了他继位，想修一下大明宫都不行，户部更是抠抠搜搜的不出钱，朝臣更是整日劝导他不要铺张浪费，甚至他睡了哪个女人的次数多了，还有御史参言。皇上被每日那些鸡毛蒜皮的事烦扰，也是恼怒得很。他父皇那时候就没有人敢造次。小福宝和皇上说了一些君王之道，皇上也是耐心地听着小福宝传授经验，特别是他已经当了2年皇帝，小福宝说的时候，皇上真是一点就通。小福宝很满意，说的有点久了，他揉了一下小肚子。去拿一些吃的东西过来，还有我渴了，林雨环就别用了，林家不能欺负。好，那就让林雨环落榜。皇上也是这个意思。皇上想到林霄支持益州王，就非常后悔赦免了林家，应该让他们继续在北地为王。你让他落榜，以后他还会考，给他个3甲同进士，他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。皇上内心惊叹不已，毒啊，真毒！3甲同进士常常被人称为如夫人，好些有学识的人宁愿中不了，3年后再战，也不愿意考个同进士。官场中也是存在鄙视链的，官场上讲究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，而3甲同进士一辈子的高度也就在那儿了。好，那就给他3甲最后1名。不用，让他当3甲第1名。皇上佩服地看了一眼小福宝，觉得他要学的还很多。3甲第1确实是侮辱人。明日就是放榜日，你是怎么选的？皇上直接把前10名的卷子拿了过来。说说你的排序。皇上也没有迟疑，而是把几人的优缺点说了。小福宝大致扫了一下试卷，有些人还是他认识的人，从前看过他的卷子。状元就选赵子谦吧。赵子谦是赵柏的儿子，他已经考过几次，我那时候啊觉得他太过冒进，就没有选他。如今棱角也该磨得差不多了。探花就选卢胜安吧，总得选个年轻俊秀的人撑撑场面。卢胜安的样貌确实不俗，还是江南学子。至于榜眼，你看着办的。也行，好歹给他留了一人也不错。皇上叫来冯公公，把卷子按照刚才的顺序放好，他则是继续照顾小福宝吃东西。小福宝是真的饿了，吃了不少。他想起曾经常给他做饭的厨子，手艺还是不错的，
可以要过来，以后到了荣王府给他和娘亲做饭吃。荣王府得用的人太少了，你把过去伺候我的御厨送到荣王府。皇上和先帝的口味不一样，所以那俩御厨都让他换下去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好啦，我该回家啦。荣王府还没修缮好吗？你们什么时候搬家呀？我得回去问问娘亲，看她的决定。皇上一时没办法接受，刚刚还自称是他老子的人，现在一口一个我娘亲娘亲的，这让他有一种荣王妃是他祖母的感觉。皇上急忙把那荒谬的想法甩出脑外。好，朕就派人送你回去。这时候殿外传来禀报声，皇上，太后娘娘请您过去一趟。要不要和朕一起过去看看？不用，我要立即回家。皇上看到小福宝和令策离开的时候问道：林凡，那人是何人呢？他怎么看着比林凡更有气势？启禀皇上，那是我们的前首领令策。前首领？是，今天是臣当黑甲军首领的第一天。算了，有总比没有好啊，至少小福宝把人给他了，也是心里想着他的。对了，那些人手都安排在哪里呀？还有多少人？皇上本来就是随便问问的，可是林凡早就忍不住了。皇上，微臣正想向您禀报，黑甲军如今只剩下3000多人了，而且军队还急需粮饷和装备。皇上终于是想明白了。小福宝到家的时候，就看到了门口等着的唐之灵。唐之灵快走几步上前把小福宝从马车上抱下来，嘴里还不断的念叨：你说说你一个小娃娃总往皇宫里跑什么跑？小福宝吃的有点多，也没管唐之灵的抱怨，而是揉了一下小肚子。唐之灵听到小福宝打嗝，又看到他的动作，都被气笑了。哎，府中也没少你吃的吧？竟然还跑到皇宫里面蹭饭去，真的是。小福宝不想听唐之灵继续唠叨。我肚子难受，你快抱我回去，给我揉揉肚子。唐之灵无奈，咱俩到底谁是老子？唐之灵虽然嘴上强硬，但是动作一点也没含糊，毕竟这是自己的崽崽，从小养到这么大可不容易。唐之灵想到小孩子夭折的概率，脚上的步伐更快了，同时吩咐道：牡丹，快去请大夫进府。于是他就躺在床上摊开手脚，任由唐之灵的大手给他揉小肚腩。老大夫来到府上，本来还以为这次也是乌龙一场，没想到这次府上的小公子真有病了，只不过是吃的太多了。老大夫把小福宝的小手放了回去，对着唐之灵叮嘱道：小公子是吃多了，积食了。小福宝突然觉得有点丢人，怎么办？他默默地收回了手，翻了一个身，把屁股对着唐之灵和老大夫。大夫，这要怎么治啊？积食不严重吧？没事，我给开点药，给小公子吃了就没事了。不过呀，你们以后也要注意，这小孩子的脾胃较弱，切记不可吃太多寒凉的瓜果呀。大夫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吗？也不要吃大肉，肉吃多了也是不好消化，小孩子更要注意。况且小孩子肉吃多了也不好，只会越来越胖，耽误长高个儿。唐之灵转头看小福宝，就看到了圆乎乎的小屁股。肉确实不少，看来以后得让崽崽少吃一点。小福宝虽然侧过身，但是耳朵也还是竖起来的，在听老大夫的话。谁料到竟听到老大夫在变相说他胖，想到这两人应该在看着他，他伸出小胖手拉了一下被子，把屁股给盖上了。唐之灵拿着老大夫开的药方，又付了诊金，把老大夫送了出去。吴丹送老大夫回去，又在药店里抓了中药回来。小福宝喝了药之后，肚子总算舒服一些。唐之灵照顾小福宝，这一顿折腾也累了，就直接躺在床上搂着小福宝睡了一夜。翌日清晨，小福宝最先醒来的，睁开眼睛就对上了唐之灵的大脸，哎呀，可把他吓了一跳。小福宝看唐之灵睡得那么沉，也没有打扰他。他看着唐之灵的脸，想起唐国公说的话，一口一口地喂他吃毒药，他的心就一痛。小福宝的心揪在一起，不行，现在只有假的唐国公死了，唐夫人还活着呢。那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竟敢下药。
不能让他活着了。小福宝想着怎么处死唐夫人，小手下意识地摸着唐之灵的脸。唐之灵还以为是沈飞在逗他，他直接握住那只作乱的小手，才发现这手竟然又小又软，软绵绵的小胖手，不是棋子的。睁开眼就对上了小福宝的视线。仔仔，好些了吗？肚子还疼不疼啊？好啦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都不知道，仔仔，爹多不希望你生病啊。小福宝心里触动，这小子也是个好爹。唐之灵见小福宝没有排斥自己的亲近，开怀不已。曾经唐之灵感觉自家崽崽是讨厌自己的，更别说和他亲近了。可是现在他能感觉到崽崽的变化，似乎是接纳他了。唐之灵高兴地在小福宝的脸上亲了一口。来，穿衣服吧，咱们呀去找你娘去。小福宝摸着被亲的小脸儿，这感觉不坏。好。小福宝任由唐之灵给他穿衣服，然后和他一起去找沈飞了。沈飞昨天晚上睡得早，所以今天没有睡到日上三竿。他此时已经打扮好了，今天是要去看放榜的，还有状元游街。哎呦，今天起的倒是挺早啊。唐之灵领着2个小孩一起进来。小世子在荣王府住了些日子，早就熟悉了，特别是2个小妹妹，每日都会来看他们。小叶子，小叶子，哥哥来看你了。小叶子果然很捧场，立即啊啊地回应小世子。花花看了小世子一眼，就扭过头继续吐泡泡。哼，我以后不会睡懒觉了。是吗？那我就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喽。小福宝不管父母的打趣，他也走到2个妹妹的摇篮前，直接来到花花这里。虽然花花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，但是小福宝还是更喜欢这个妹妹，至少她不聒噪。小叶子的小手攥着小世子还不满意，眼珠一转，看到小福宝又伸出了另一只手，想要和小福宝握手。小福宝不为所动。我好弟弟，小叶子想牵着你。小福宝看着锲而不舍的小叶子，无奈地把小手递了过去，给他握着。小叶子立即咯咯地笑了出来。花花看了小叶子一眼，好像是在嫌弃这个姐姐，每天就知道傻笑。走吧，咱们去饭厅吃饭。小福宝，锦儿，我今天带你们看状元游街，顺便在酒楼吃饭。沈飞还不知道小福宝昨日积食，今天要吃的清淡一些。唐之灵想开口，却被小福宝拉住了。小福宝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要说。唐之灵看到仔仔恳求的眼神，点了一下头。好啊好啊，去看状元。小杰，状元一定长得很俊吧？我听说状元都是人娶妻下凡的。应该是吧。我猜是青年才俊。我准备了好些的花，要是状元好看，咱们就多扔点。好啊好啊。小福宝嘴角扬起一抹弧度。娘亲，让你失望了，状元是个中年丑大叔。